高引岭位于湖南郴州市，像刀片一样的龙脊山峰，两边都是万丈悬崖，令人又害怕又刺激。现在的画面是曾经的高引岭，那时这里还是一处野景点，只是吸引一些好奇的人们前去探险。因为地势危险，也发生过游客坠落山崖的事件。在19年年底，当地政府开始开发高引岭景区，最有争议的行为在于全部安装护栏。很多人认为安装护栏后的高引岭原始风貌被破坏，不再显耀的高引岭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灵魂。而且80元一张的门票价格也并不亲民。2023年的今天，我的自驾之旅经过郴州，于是决定去航拍一下如今安装了护栏已经成为风景区的高引岭。从郴州市区到高引岭只有30多公里，一路都是新修的公路，路况非常好。景区停车场停车1个小时以上就是20元，略显粗暴。此时正是盛夏中午，气温很高，步行登山要翻几个山头，太累，而且超强的紫外线对我天生丽质的白嫩肌肤伤害极大。开车上山又没有什么体验感，最后80元的门票和20元的停车费成为最后一根稻草，让我放弃亲身进景区，而选择了用无人机去蹭一波。无人机从高引岭风景区的马路对面起飞，可以看到大气的砾石大门、现代化的停车场以及精致如果岭的草坪。这里早已不是当年粗粝原始的户外探险地，而是一个设施齐全、成熟现代的旅游公园。高引岭是原生态的丹霞地貌，石峰、湖泊、峡谷、悬崖，形状千姿百态。最有特色的就是龙脊，中间是狭窄的岩峰，两边是悬崖，如鬼斧神工，确实令人叹为观止。如今高引岭的龙脊上都安装了护栏，安全性大大提升，使得普通人包括老人小孩都能前来游览。制高点的悬崖上还修建了玻璃栈道。很多事情都是有利有弊，不开发吧资源浪费，而且时常有危险事件发生；开发吧，为了向市场妥协，千篇一律的游乐设施使得这里泯然众人，丢掉了野性与特色。拍完航拍，肚子饿了，在这里没有太多选择，只能在景区外的小吃摊凑合一顿。老板对自己的手艺极其自信，说自己做的面绝对的好吃。这种景区的摊价格定的也非常自信，素面15元一碗，5个小笼包15元。实际上干了10年的旅游博主，我早已洞悉了一切。在景区我就没有吃到过好吃的食物。有一个观点我很认同，人成熟的标志就是学会了让步，即使内心很抗拒，但在利弊权衡下也会选择接受。这种所谓的成熟，其实也是人被社会驯化的结果。换一个角度，是一个可悲的结果。自由之精神，独立之人格，在这种成熟面前被摔得粉碎。现实如同一个黑洞，人们都知道它黑它深，但是又无法避免地被它吸入，然后坠落至无尽虚空。在高引岭的附近发现了一座山崖上的寺庙，寺庙很小，原本依山而建，颇有特色，但上面搭建的红色彩钢瓦是一大败笔，有损其古朴。底下修了一个停车棚，旁边还竖了一面国旗。接下来我要去探访一个神奇的地方，叫狮子潭，那里有世外桃源一般的洞穴人家。去狮子潭之前，我以为此行会和往常的自驾一样轻松平常，毕竟国内除了边疆地区，在内地给人的感觉就是到处都布满了人，没有真正的荒野之地。但这次的狮子潭之行，其中的一段路着实让我有点害怕。我曾经在内蒙和黑龙江自驾，穿越了大草原和大兴安岭林区，都没有这样害怕过。这种省道还有这种乡道都很正常，路边时常能经过民居，直到拐上这样一条土路，慢慢远离水泥路，气氛变得愈加诡异。两边再也没有出现民居，也没有往来的车辆行人。我在湖南山区自驾过多次，随着村村通公路的政策，湖南山区里的乡村公路绝大部分都已硬化为水泥路，即使有土路，大多也都只是很短的距离就能连上水泥路。但是这次不一样，开了很久，仍然是土路，而且仿佛是无人区一样。单车开进一片茂密的竹林，光线被遮挡，整个环境
突然变得阴暗，我的内心开始有点慌。后来我有过复盘，应该是预期与实际的差异让我产生了这些不安和恐惧。内心一直以为去狮子潭就如同去瑜伽寨之类的地方一样，都是行走在村落之中。然而现实是10几公里的无人区，这种落差放大了内心的害怕。在这种地方，不怕鬼，更怕的是人。悬着的心，直到看到这些指路牌的出现才放了下来。这里居然有2个景区，永兴丹霞国家森林公园，听上去还是国营的规模极大的感觉。这样的路真的有游客走吗？我继续往洞穴人家的方向行驶，几百米仿佛开了几公里。当远处巨大山洞里的房子呈现出来，我的心才彻底放了下来。停好车，我开始往山洞走。洞穴人家的狗首先发现了我的动静，开始预警。接着主人推开房门出来，经过一番攀谈，得知这里现在住着亲兄弟2户人家。平时这边生意怎么样？餐馆的话，生意还可以，还可以啊。那个山洞里面都是放的东西啊？那个放那个养蜜蜂。养蜜蜂。养蜜蜂的。哦。这么多山洞，有没有很深的洞啊？也没很深，那上面那老房子，你到了老房子上面看下。那里面，那原来住了10几户人家。这里以前住了10几户。来了，住了10栋里面，原来我们也是住了10栋里面。后来才修的这个房子。这个是80几年的建的啊。相当于就是一个大家族住在这里。其实有个大家姓胡的，5月胡。姓胡啊。那祖先很早就到这里了吧？这里住了有13代人了。13代人了。那现在估计发出去的人都有很多了，到外面的。有很多了。看推算是有几百年了。几百年了。利用这里独特的风情，开启了农家乐。问他们生意如何，主人回答还不错，但是据我看，生意应该并不好。如此差的交通，如果不具备好吃的硬实力，仅仅以洞穴人家作为卖点，显然是很难吸引人的。主人说，他们的祖先来到了这里，并且在此地定居。具体如何发现这里以及定居的原因已经不可考，但是从来到这里，这一家族已经在这里繁衍了14代。这个山洞最多的时候，同时住了13户，人口达到了几十口。可以想象，人口最鼎盛的时期，这个洞穴里如同一个小的世外桃源，也是非常热闹，充满了生活气息。时代滚滚向前，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封闭式的桃花源生活显然已经满足不了这里的人们的需求。重重的大山，艰难的交通方式也阻挡了当地人和外界的联系。于是由年轻人带头最先出去，年轻人在外面稳住脚跟后，又接走了自己的父母妻子。慢慢的，这个洞穴世外桃源的人口流失的越来越快。如今的狮子潭就只剩下2户人家，留下来的这2兄弟，相比于外面的花花世界，他们更在乎自己祖辈生活的地方，更喜欢亲近无人打扰的幽静生活。主人让我自由地参观他们的洞穴，在洞穴的诸多房间之中，我发现一间相对装修的比较好一点的房间，看这条件像是要做成民宿，让游客来体验洞穴生活。不知道是正在发展中还是经营受挫而闲置。这里的房屋结构都很简单，大部分都保存得很完整。房屋都是用土坯建成，房顶是木质结构，部分房顶看不到覆盖着瓦砾，也许是因为在山洞里的原因，屋顶不需要盖瓦。房屋的后墙是直接依靠在洞壁上，有些房屋是2层，上下都能住人。显然这些老房子已经没有人居住，但是房屋里都还有着许多历史遗迹，比如生活用的器具和农具，墙壁上有时代感的文字，还有一间屋子里供奉着他们的祖宗牌位，洞顶上都是黑色的。洞主人说，这都是以前烧火做饭时烟熏的。山洞的位置比较高，站在里面视野极好，可以欣赏周遭的山色竹林，清风徐来，十分惬意，宛如置身世外桃源。最后我放飞无人机，从高空视角拍摄这神奇的丹霞洞穴。
穿过世界的海洋，在未来的方